重度越野爱好者喜欢的吉普牧马人跟奔驰大 G， 这两辆车的通过能力谁更出色呢？参与对比的还有一辆丰田普拉多。现在让我们先来看一下牧马人的通过能力测试。这辆牧马人的离地间隙为255毫米，车重接近2吨。牧马人搭载一台 2.0T 的直列4缸发动机，最大马力266匹，峰值扭矩400牛米。项目挑战的交叉轴深度达到了半米。由于牧马人断开了前平衡杆，它的悬架行程达到了一个非常夸张的姿态，再配备3把差速锁，走这种路就跟玩一样。挑战项目分为3个，难度会逐渐增大。现在来到了一个充满碎石的上坡路，左右两侧还有一个较深的炮弹坑，人走在上面都有点费劲了。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牧马人的表现。在锁止3把差速锁跟开启低速4驱的情况下，牧马人的表现可以说是从容应对。加上牧马人夸张的越野胎，拥有极强的抓地力，在这种情况下，若是出现一点打滑，都可能挑战失败。再来到斜坡最陡峭的地方，牧马人依旧不需要费多大的力气，便可以非常轻松地通过挑战。现在来到了难度最大的泥土跟碎石混合的上坡路，这个斜坡在底部有一段接近80度的上坡，人不用手的话都走不上来。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牧马人的实测表现。这种情况必须开启3把差速锁，在低速4驱放大扭矩的情况下，前半段牧马人表现的也是非常轻松，前轮轻松通过了角度最大的地方。前轮正将要登顶的时候，牧马人的后轮无法通过底部的80度坡，最终牧马人挑战失败。现在轮到了奔驰 G 级越野车，虽然外观方面没有牧马人那么粗犷，但它的价格可要多得多。奔驰 G 级的离地间隙为241毫米，虽然没有牧马人夸张的悬架行程，在进入交叉轴的时候，奔驰大 G 左右各有一个轮胎悬空，但是在3把差速锁的加持下，4个轮子同时转动，同样可以非常轻松地通过第一项挑战。接下来进入到第2个项目，奔驰大 G 的前段表现的也是非常从容。在进入炮弹坑之后，虽然出现了轻微的左右晃动，但轮胎的抓地力依然非常给力。锁止3把锁的奔驰大 G 在动力方面可谓是从容不迫，如果一旦出现打滑或者动力中断，想要在半坡出现起步，几乎不太可能。最后奔驰大 G 也非常轻松地完成了第2个项目，相信大家已经迫不及待地想看第3个项目了吧？肯定都在等着看牧马人上不去的地方，奔驰大 G 到底能不能行？在前段的表现，奔驰大 G 可以说是毫无难度，前轮很轻松地通过了角度最大的地方。在轮到后轮的时候，2个前轮同时出现了打滑，但仅仅是迟疑了一下，奔驰大 G 的后轮也通过了难度最大的地方，最终挑战成功。现在轮到了比较常见的丰田普拉多，普拉多的离地间隙仅有215毫米，车重达到了2.2吨，奔驰大 G 为2.4吨。在尝试不开启中央差速锁的情况下，普拉多没有悬空的轮胎，并没有办法提供足够的动力脱困。然后我们打开普拉多的中央差速锁，普拉多的动力瞬间恢复，这会便可以轻松地通过了。虽然没有3把锁那么强大，但是这种路况，普拉多的中央差速锁足以应对了。然后我们来到了第2个项目，第2个项目对于普拉多来说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，不过这轮胎怎么那么窄呀？感觉还没我的轿车轮胎宽。在进入炮弹坑之后，普拉多出现了打滑的情况，稍微费了一些劲才得以脱困。在第2个项目，我觉得已经触碰到普拉多的极限了，在很多地方它都没有奔驰 G 跟牧马人来的从容，虽然不是很顺利，但普拉多也算是挑战成功了。然后轮到第3个项目时，普拉多居然在坡底便出现了打滑，在磨蹭了好一会之后才开始深入。看来在这个地方只有中央差速锁还是不够的，这时候普拉多左后轮又出现了打滑的情况，好在其他轮胎还能提供一些牵引力，足以让2个前轮通过了坡度最大的地方。但轮到后轮时，普拉多便出现了跟牧马人相同的情况。看到这里，大家觉得3辆车谁比较厉害呢？